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，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危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耀，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好大的石像，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二圣算到此方有难，特遣我等前来降妖除魔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毒药就是西土教豢养的大药。我们站的海神是最强、最灵的。以后还是得贯彻在小琼峰老死不外出的方针。此前龙族二太子为立威重创长寿，如今玄雅击败众龙族高手，也算为长寿出了口恶气。出来这几天，小琼峰应该没事吧？走前叮嘱师妹要好好休息。师傅刚成卓仙，应该也在闭关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到底是谁布下了这连环困阵？究竟有何算计？啊，这字有些眼熟。走！还请不要破坏此地的一草一木。此路通往一处没有隔音阵法的空地，难道还留了出口？没化血可以不血，怎么控制不住就上头了？当初在丹房外设立体复合性组合大阵，是为防止有人发现我司令禁药融仙丹。没想到把师傅给坑进去了。幸好师兄早在阵中准备了待客间。现在来说说师傅为何会在阵里吧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叮嘱过师傅不要靠近丹房，但他可能在想信的事，没听到。信？师傅在外根本没有朋友，连朋友都没有，师傅真的好惨心。心有落款吗？好像是晚江雨。师兄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是钱师伯，还是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姐。本来也许是我们的师母。
看上师傅这么认死理的人，婉师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但为什么他没成为师母呢？900年前，婉师伯还是咱们渡仙门的门花，在门内拥有很多爱慕者，而其中有一人因苦追10余年不得，便迁怒于师傅，暗中偷袭，致使师傅道基损毁。前场失业就背后下黑手，活该他一辈子单身狗，难怪婉师伯看不上他。后来，婉师伯为了给师傅寻找修补道基的宝药，便离开了渡仙门，自此再无音讯。师兄，你说婉师伯是不是找到了宝药，所以才约师傅见面？这针是我射的，自己确实是我的，但我为何全无记忆？难道我所经历的都是假的？师姐，师弟，这次门内大比已是第14年，进步不少。师弟，你在门内好好养伤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修补道基的宝药。师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师傅这是道心失衡，生了魔障。道基残损，心爱之人离去，挣扎半生只修成一个浊仙，你的过往还真是凄惨呐！你是谁？你我是同一人，境遇却完全不同。我的过往里，这些都没有发生。我的道基没有毁，世界也没离开。没错，但世上只能有一个起源。你认为谁活着更好？那么，只要我不在了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样子。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。静气凝神，心念归一。长寿，灵娥，为师好像见到师姐了。师傅果然是被五凤线乱了道心，生出心魔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朕呢？我师姐很不凡这件事，要告诉他吧。这是弟子设计的，但弟子就是用来防贼而已。防贼？小冲锋穷的叮当响，哪来的贼？我敢就你对贼不贼脑！为师有要事得出门一趟，小琼峰暂由你打理。先稳住师傅，婉师伯多年未回，门内应该已经将他从小琼峰除名了。安门归等于叛出师门。师父身为一峰之主，若与他私下会面，该如何向长老们交代？那你说该如何做？
师父，隔绝大阵已开，不会有人打扰您给婉师伯写信。师兄，师兄，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？万一……最坏的可能，就是婉师伯已经遇害。这封信是有人要引师父外出，除掉的。啊，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不错，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基的那个情敌，如今就在信南宫。一个武力仅次于九次九仙所在的破天峰，但财力第一的封侯，门内不会因为小权公穷便任由他封欺负吧？事发时并无旁人，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，只能略作惩处。我本以为这段恩怨已随婉师伯的离开就此了断，可没想到，如今师父修成浊仙，更有望突破真仙境，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。如果信的事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那么他的嫌疑最大。师兄，这人是仙灵峰峰主的弟子快思。原来是他，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境巅峰了吗？师父却因为他苦修900年才成浊仙，还险些惨死在天劫下。我会盯紧此人，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，那么我会连同当年的恩怨一并清算。此外，赴约途中也有风险，还需增加底牌。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物名为侧感石，涂上寒色花的枝叶，遇到神石就会变色，可监察是否被窥探，以及窥探者的修为。这事儿小纸人不也能干吗？给你增加点参与感。这丹炉里炼的什么药？天仙版软仙散。为蒯司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药，有点浪费啊。真仙境距天仙境虽远，但万一人家是个隐藏大宝。再者，仙灵峰善炼器，若蒯司有厉害法宝，一刀下去999。稳妥考虑，还是按天仙境应对，有备无患。这段时间你就和师父闭关不出。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，改变计划呢？所以，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。怎么刚好碰上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？假装没看到。99师妹，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？别提了，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所以结束的仓促。不过我师父说，这次长寿对战敖乙有大功劳，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典籍给小琼峰。师兄，你不用太感动啊，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，喝到我满意就行了。这闪避动作这么丝滑，小寿寿是身体有病碰不得，你这老头还守身如玉了。多谢99师妹关心，但长寿实力低微，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典籍。都已经在龙宫大出风头了，要是再少些东西，我不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？就算不为长寿，齐元师兄刚升浊仙，也很需要典籍巩固修为吧99师妹的好意，师兄心领了。贫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，稳扎稳打，提升修为。啊，这风格改变的这么突然。齐元师兄900年来不是一向闭关修行吗？齐元师叔，
此次长寿师兄舍命护我渡仙门颜面，玄雅钦佩不已。不知他伤势如何？目前已无大碍，劳玄雅失职记挂。倒是你这一身伤，玄雅在擂台上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，给长寿报了仇。报仇？有时你也太冲动了，总要低调啊！龙宫不会把这笔账算我头上吧？玄雅失职如此顾念同门之义，贫道很是欣慰。是谁在生气？西元师兄这是不开心了？怎么脸这么狰狞？长寿师兄高风亮节，至仁至善，乃我辈之楷模。能与他相交，是玄雅之幸。别夸了，让我走吧。九九师妹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还是先回山安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侧门是有反应，我被神识锁定了。竟然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灵石买这个诛仙的秘籍，倒还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，我们便立即下手。神识锁定解除，这就现身了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妹妹们，先杀了那个诛仙。为了招师傅，我容易吗？好吵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一朝成仙还是如此能干，越是如此，我越是由不得你。不能，千万不能打！你所求的一切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放弃吧，离开吧。两开，以正道正天。众傀儡，四海千山皆拱伏，九幽十类皆成名，妖魔伏法。我辈青云宗弟子齐聚，诛杀妖妇！小混蛋，姐姐今天一定把你玩死！是谁撩拨起依恋？一点一点粉红的脸，西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生字于心间？不同凡响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仙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的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偷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人间的一道失恋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理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世上好奇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偷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人间的一道失恋。是命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理
见情缘。